27、28、哎，老哥，我看你最近状态不错呀。29、30、被害人。江婷和梅珍，梅珍和李沐风，李沐风和周丽，被害人。哎，方副检校长，干嘛呢？还在分析中。中。行，那你画吧，我看看。啊。你这有点画不下去了吧？对案情不了解，不就越画越乱了吗？现在是有点乱，但我觉得这3个案子之间有相互联系，我想把它们梳理清楚，这样我就能知道段主任是谋杀还是正当防卫。哦。那我来吧。14年前，李沐风为了梅珍杀了周玲。14年后，江婷杀了她的丈夫张元。段宏山杀的周德龙是周玲的父亲。看明白了吗？看明白了。那你来。周德龙憎恨杀害了他儿子的李沐风和梅珍，并且潜伏在段主任家隔壁。14年前，江婷作证，李沐风和梅珍之间有情感纠葛，但是在14年后，江婷杀害张元，被他陷害过的梅珍却出面替他做了证。2个案子的主办检察官都是段宏山，所以这上面的每一个人都和14年前那个案子有关系。不对。所以，只和一个人有关系。段宏山。方副检校长，你为什么总觉得段主任是幕后黑手啊？我什么时候说他是幕后黑手了？您不就是这意思吗？我什么意思呀？您不就是怀疑段主任吗？我怀疑段主任怎么了？我就是想查清真相，不行吗？那接下来，你准备怎么查清真相？有点饿呀，吃口东西吧。哎，你还没告诉我呢，方副检察长。3案并查。3案并查。方副检察长，这次主要还是想问一问你14年前发生的事儿。你们检察院不都有卷宗吗？是，卷宗是卷宗，但我想听你亲口说一说。
我也没想到，就这么多年过去了，还要再说一遍这个事儿。高考结束那年，我时不时的会往图书馆跑，借些书看。案发当天，我路过阅览室的时候，就听见里面有人喊救命。我进去一看，就发现周林正在侵犯梅正。我当时脑袋一热，就冲过去把周林推开了，拽着梅正就往出跑。但周林手里面有根棍子，他追上我，照着我的后脑就给了我一下。松开，走啊！松开！有人吗？有人吗？但说实话，当时挺害怕的。我肯定是打不过周林。我倒地以后呢，他就不停地殴打我。别打了，别！有人吗？有人吗？别打了，别打了，别打了！有人吗？在我被殴打的过程中，有一把刀掉了下来。我当时很害怕，所以就抢先夺刀。这个过程中，我没有办法，就进行了反击。周林殴打你的时候，你跟梅珍没有呼救过吗？我们当然呼救了，但假期图书馆人本身就少，那天又下雨，有可能是命吧。反正案发现场就是没有一个人，一个证人都没有。那在这之前，你认识梅珍吗？我们是一个学校的，他比我大一届，但从来没说过话，可能彼此有点印象吧。你会豁出命去救梅珍，是因为喜欢她吗？这个问题是4年前他没问过，但救一个人不需要以喜欢为前提吧？所以就是刚好经过，正好看到，然后见义勇为。如果真的算是见义勇为，我就不会被判刑了。那段宏山当时起诉你防卫过当，然后判了4年，你一点都没有怪过他。怪，肯定是怪过。我当然希望自己是无罪的，但最后这个结果吧，也可以接受。李沐风替段宏山作证，梅珍替江婷作证。大学放假了，我想回学校看看。大学放假了，我想回学校看看。还在图书馆里借了书。我在3中读书的时候就很喜欢去图书馆。那天，阿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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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还一下书，阿姨，阿姨。哦。谢谢。
那个书架下面是带轮子的，摇一摇把手，书架就能移动。我感觉书架朝我这边挤了过来，我回头一看，我当时吓坏了。我回头一看，周琳拿着木棍，表情特别恐怖。她又高又壮的挡在书架中间，我根本就逃不开。你挺能装的，平时瞧不起瞧不起那个，看看你怎么装的，今天。我一直大喊着救命，他拿木棍威胁我，他马上就要亲我了。就在这个时候，李沐风来了，他来救我了。当时李沐风拉着我要往前面跑，可是周琳拿着木棍把李沐风给打倒了，不断的打他、踹他、辱骂他。我当时很害怕，我就在墙角蜷缩着。周琳力气太大了，她太狠了。可能是真的害怕被打死吧。在周琳再次攻击他之前，我看到有一把刀掉了下来，李沐风捡起刀朝他刺了过去。那天实在太乱了，我能记得的就是这些。方副检察长，方副检察长，我说两个人的证词没什么出入。表面上看是大差不差，但实际上还是有一些差异，一些细节的差异。又有什么差异？我问你们一个问题啊，如果很多年以前有一个人让你们入了狱，多年以后他出事儿了，你又正好可以证明他是无辜的，你们会怎么干？哎呀，说说嘛，你说。你又不敢说，你小弟怎么办？如果他真的害了我，我可能会选择保持沉默。方副检察长，我认为啊，李沐风为段宏山作证，和梅珍为江婷作证其实是一样的。如果梅珍不知道江婷曾经诬陷过他的名誉，帮他作证，很可能是出于同情。同样的道理，14年前，如果李沐风是为了感谢段宏山做了从轻处理，那么他很有可能会为了帮助段宏山，做了伪证。所以，现在所有的关键就是我们要知道，14年前李沐风对段宏山到底是感激还是恨，对吧？那他对他感激还是恨？
开门。例行检查，大家配合一下，拿好身份证，都下车。这查什么呀？你不知道吗？有个杀人犯杀了一家5口跑了。真假的？啊！过来一下。叫什么名字？李沐风，去哪儿啊？这次上城。干什么去？什么情况？家里人在上市，什么家人？我母亲在那。这怎么回事啊？谁呀、这是？我跟你们说，他是3中的，以前是跟我一个学校的，14年前杀过人。中间有没有下过车？没有下过，没下过车，是你一个人来的吗？对我一个人。好，行。赞美。坐吧。这花瓶用了。他觉着式样好，好看又结实。头发没想着再聚一聚。老了，我就认。你怎么突然来了，也不打个电话？我要参加一个比赛，我在美术馆有我的展出，我想着离这儿近，有空的话你可以带他们来看看。店里忙的，哪有空啊？你放这儿吧，有空我一定去。好，这是门票。你参加这个比赛有奖金吗？有，要是赢了，还有机会出国参加比赛，这也算是我们行业内的一个认可。去吧，你能行，妈信你。我小时候您对我说，你努力一定会有结果的。他回来了，快走，快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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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
小升初的事儿，你打听怎么样了？说是下礼拜开始，有好几所学校就能报特长生了。咱们小宝这个英语不是还不错吗？我觉得实验中学的英语特长班就不错。挺好的呀，那就去试一试。问题是，你那个儿子，他怎么了？就他案底的那个事儿啊，会不会影响咱们小宝上学啊？我之前去派出所问过，说是除非报考国家机关政审有点问题，其他应该都没什么事儿。什么叫其他应该都没什么事儿啊？万一小宝将来就要报考国家机关呢？咱们这不是相当于把他的未来扼杀在摇篮里了吗？对不起啊。其实你当初啊就不应该骗我，不要瞒着你和你前夫那个儿子的事儿。如果当时我知道那事儿，我还敢要孩子吗？他的事影响不了我，但能影响我们孩子的前途，你懂不懂？算我没说啊。都叫什么事儿啊？妈，对不起。你为什么对不起我？你只对不起你自己。清晨微风，吹散翻涌，窗台之外是悬崖的等候。全体坐下。法警带被告人李沐风退庭还押。命运的推板，听不出来感受，孤单徘徊，夜深沉默，善良吃饭习惯了？辗转中相守。怎么瘦成这样？冷暖你想吃啥？下次妈给你带来。身份如漩涡，善太遗憾，缺什么？却依然温热。无论伤人，幻想难眠，微笑中释然，漂泊间依然。命运反正我现在过得还行，不用担心。你放心。是温暖的灵魂。日落之前，我看清答案。在这片风里，我们安然。您好。您好，有什么事？您徒弟在吗？他在做玻璃，希望你暂时不要打扰他。我不找他，我找您。这个人，你见过吗？
大概半年前，他来过这里，还打碎了您的一个玻璃作品。我的作品只有我能砸，别人不能。跟我说要杀了我，要杀了段主任和梅正。来，玉米。哎，谢谢。这玉米是挺好吃的啊，以前都没发现，回去就把它吃了。哎，对了，姐，我没发现你什么时候会的那2下子，刚刚哪2下子？手语。啊。以前有个受害者家属是个聋哑人，那我得跟人沟通啊，你不得学手语吗？沟通着就会了呗。你这属于那技多不压身。发现你今天嘴有点甜啊。没有，我是真的觉得我应该向你好好学习。啊，你好好学着点吧。行。哎呀，李沐风肯定也没有想到你还会手语，还能抓住时间和他师傅确认。他现在算做伪证了，咱们要不要去把他带回检察院呀？我想先问问段洪山。你在我心里一直是一个很优秀的检察官。上学的时候，我们就听说过你的很多事迹，你说过的很多话，我到现在都记得。我记得我们老师说过，说只要你经手的案子，无论是受害人，还是嫌疑人家属，都能处理得很妥当，都尽量求到尽善尽美，不再上诉。在这一点上，你是我敬佩的人。这一招我之前也经常用。当犯罪嫌疑人觉得检察官是在为他着想，那这就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信号。在这里，嫌疑人除了可以会见自己的辩护律师，真正能说上话的人，也就只有检察官了。随着时间越来越长，他会对检察官越来越信赖，越来越依赖，说什么都信，说什么都听。再到后来，就会变成一个自动贩售机，不论你问什么，我都会答。对吧？今天过来，是有了什么新的发现吗？14年前，你给李沐风定性为防卫过当，依据是什么？14年前的6月28日，李沐风为了保护梅铮而出手反击。当时周林持棍，李沐风持刀。周林的棍不足以让李沐风致命，但是李沐风持刀反击，这超出了防备的限度。和14年前的说法一样。因为我现在和14年前的判断一样。那李沐风呢？你觉得他恨你吗？我真的不是故意想伤害他的，我拿那把刀就是为了保护我自己。我是符合正当防卫的吧？周林拿的是棍子，而你拿的是刀，并且你用刀刺死了周林。我刚才已经说过很多遍了，那把刀不是我的，我也不知道那把刀是从哪儿来的。怎么证明刀不是你带进图书馆里的？
发成。可也没有办法证明那把刀就是我的吧？我们会去查明刀的来源，但是，当时那把刀已经在你的手里了。你完全有机会持刀护卫，但是你并没有选择这样去做，而是选择了持刀伤人，这已经超出了防卫的限度。我在反击之前，他一直在打我，我真没有办法了。我害怕他把我手里面拿的刀再夺下来，他如果再反击的话，我该怎么办呢？李沐风，高考第一志愿，你报的是政法大学的法学院。我们也去过你的家里，在你的书房里边，有很多和思考相关的书籍。是，我已经保送了政法大学，因为我自己也想成为一名检察官，就像你们一样，所以提前做一些功课吧。你很了解正当防卫这个法条，什么意思？你对法律法条的了解程度，远远高于一般的嫌疑人。我有理由怀疑，你是在利用这一点。我怎么可能会利用这个法条呢？就是因为对法律有理解，我才很清楚正当防卫在司法实践上的难度。我怎么可能会利用它呢？好，你们说我懂得多也可以，可在我的理解，我所有的行为都符合正当防卫的条件。这个问题你应该去问他。他已经用行动回答了。他过来作证，他说周德龙一直纠缠他，还扬言要杀了你们。当然，这是个伪证，一个一戳就破的谎言。你觉得他为什么要做一个表面上对你有利的伪证，然后马上被戳穿，让你更被动？你认为他为什么？因为从始至终他就认为自己是正当防卫，他认为你毁了他的一生。这是李沐风的回答，用行动的回答。段主任，有一句话，我们俩应该都烂熟于心了。你应该记得，你办的不是案子，是别人的人生。我的人生现在在你手上。哎，这个9号作品立意不错啊，管中窥豹，君子报国，有点意思。这是我见过今天最好的作品了，比例准确啊，而且还有雕塑的基础，而且这玻璃色彩也非常现代，在豹子身上还表达了农业社会的困境和自然野性的这种矛盾，可以说兼具了美感和深意。今天全场，这是我最喜欢的一件作品。非常好。可圈可点。
紧张吗？有一点吧。结果应该不错吧？不知道啊，结果还没出呢。结果已经写在评委脸上了。我也觉得你的作品挺好的。那你应该不是为说这个才来吧？跟我走一趟吧。你说周德龙半年前去你店里威胁过你？你知不知道，做虚假证明意图陷害他人是要被判刑的？你还想进去是吗？我也没想到你还会手语。你没想到的事情多了。但那条短信是真的，这也可以证明周德龙对我有啥意。既然你知道短信可以证明，为什么还要撒谎呢？我怕我不这么说，你们不会觉得我的生命受到威胁了。我没想到，这14年，你不仅精通了法律，还精通人心啊！当年我的案子，即便是被殴打，即便是现场出现了刀具，可最终的认定也是我的生命没有受到威胁。人们总会低估其他人受到的危险，我只是希望你们能证实我。这是你做伪证的理由吗？你们眼里只有正义，只有一个人是真心为我着想。段宏山去找过你了。我出狱以后找不到工作，我父母也不要我了，就连住的地方也都没有。是他悄悄地引荐了我现在的师傅，帮我找了份工作，在那个时候就只有他帮过我。所以你的意思是，你撒谎是为了帮段宏山？也不能说是帮吧。周德龙既然想袭击我，同样也会想要袭击段主任。在他的眼里，我们都是敌人，不是吗？段宏山还跟你说过什么？如果还能检验的话，上面应该会有段主任的指纹。他去找你，就是为了鼓励你去参加这个比赛。他还说，14年前正当防卫是个沉睡的法条，法院不能判我无罪。可现在，他想重启正当防卫。如果要这么看啊，这件作品啊，让我说也没什么了不起。如果是普通人想的点子，那确实巧妙。借用牢笼的意象，映射的却是自己坐牢的真实经历，这一点，高级感全没了。平庸，甚至是非常的低级。
知道如何安慰，但陪伴或许有用。只愿此刻风和世界能带走你的迷雾，我依然在你左右，像星光守着夜空。曾想靠近，怕太过用力，让你更难平静，不去打扰你的沉默，只紧紧守候。